我去开封府，是为了向包大人说明我的清白。不过据我所知，白玉堂……小侯爷有话，不妨直言嘛。白玉堂是皇上亲自下旨捉拿的清犯，展护卫奉旨逮他，却为何每次见面都任他随意离去呢？展某已经跟他约好，在开封府相见。他重罪在身，他真的会去吗？不管他有何重罪，小侯爷，白玉堂是一个一诺千金的人。好，咱们不谈白玉堂，以免坏了酒兴。来，倒酒，我再敬展护卫一杯。请。好了，内伤的淤血终于吐了出来，再服用大哥的钦佩草药，顶多3天，五弟又是生龙活虎一个呀！多谢二哥、三哥、四哥，耗费自己的真元为我疗伤。嗨，你这不是屁话吗？难道二哥、三哥平时你都是假叫的呀？啊？回来之前啊，我的确是放了几个臭屁，现在不小心又放了一个。二姐，你这一去到底要多久啊？难说，如果只是一般的行程，来回顶多个把个月。可是我背负着谋刺未遂的罪名，如果被包大人判了罪，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了。那你真的会被判罪吗？听说包大人刚正不阿，铁面无私，他将如何决断，我无法猜测。是福是祸，就看天意了。那万一判了罪，会坐牢吗？被判了罪，当然会坐牢。那你干脆别去开封府了。不，就算我被判刑，也非去不可。爹、娘、大姐，我们一家5口，冤死了3个，我又沦落成这副模样，我绝不能让那人面兽心的小侯爷逍遥法外，否则死也不甘心呢。可是，你万一被判了罪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小茹，你听我说，就算我被判刑，刑期也有长有短，我只是杀人未遂，总不至于判我死罪吧？不过，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。在这里，还好每位叔叔伯伯都喜欢你，他们都会照顾你，这也是我唯一安心的。你一定要乖乖懂事，啊！二姐，我会的。可是，他们再怎么疼爱我，这里到底不是我们真正的家。等开封府的事情有了结果，做一了断，就算我判刑坐牢，期满之后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再经营一个家。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，永远都不要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二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二姐什么时候骗过你呀？二姐，我舍不得你走。二姐也舍不得你呀。二姐。
开封府之行，并不单纯。你不只是要替方素心出头，帮他打赢官司，你自己身上也背着官司。别忘了，你可是被四海通缉的亲命要犯。大哥，这一点，小弟内心非常清楚。你是夜闯皇宫，擅入藏宝阁，还在墙上胡乱题诗，这个罪名是可轻可重啊。轻则可以恩旨宽饶，要说重，判你个藐视皇上欺君之罪，那可就不可收拾了。大哥，当时我一时冲动，现如今只有坦然面对。夜闯皇宫是我不对，擅入藏宝阁胡乱题诗更是不对。至于罪轻罪重，我会据理力争的。据我所知，你和展昭之间虽然有心结，可是你们之间却有一份难言的惺惺相惜之情啊！大哥，我白玉堂一生仗剑江湖，独来独往，我无需展昭帮助。这话你就错了。错了。错了。江湖上有这样一句俗话：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敌人多道墙。江湖诡谲，变幻无穷。若是没有朋友，可谓是寸步难行。大哥，我是锦毛鼠，展昭是玉猫，我们不会是朋友。你这偏激固执的个性，迟早都会害了你。在我看来，展昭心中把你是当作朋友的，偏偏你心高气傲，却视他人的善意为婢女。大哥为何如此肯定呢？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大哥的意思究竟是什么？展昭若不是有意助你，几次危难之时，他大可当场将你逮捕，送交开封府绳之以法。可是他舍此不为，却帮助你打败了崂山四煞，护你疗伤。这些难道不都是朋友的善意行径吗？大哥教训的是，大哥固然欣赏你的特立独行，但你也不能太一意孤行、孤芳自赏。这样不但是辜负了别人对你的善意，是否让人觉得你有些矫情之嫌？大哥的这些话对不对？大哥，小弟明白了。大丈夫顶天立地、坦荡磊落，这是件好事。然而，是则是，非则非。这些道理、法规，我等侠林中人闯荡江湖，不也是以此为准则吗？我身为结义大哥，有些重话不便明说，我想，这些你都该明白啊。大哥为了小弟用心良苦，小弟的确明白。你能明白，我就安心了。其实这分寸拿捏就在你一念之间。俗话说，看菜吃饭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大哥，请放心吧，我白玉堂所犯之错，该当之罪，我自会坦然面对。可关于藏宝阁盗宝一案，白玉堂是万万不能被冤屈的。这件事，白玉堂也绝对不能承认。这桥归桥，路归路啊，这原本也是两回事儿。我相信包黑子断案的本事，他不会重罪轻饶，更不会轻罪重判。此去开封府，自己多珍重。你我兄弟一场，我也只能言尽于此了。多谢大哥开示提醒，大哥的话，
小弟会铭记在心。武帝此行，我就无需多言了。这方姑娘的事，孙大国手已经承诺，只要方姑娘一回到芦花荡，他就会前来为她治病。愿你顺去顺回，老夫在芦花荡静候。大恩不言谢，方素心就此拜别各位。大哥，武帝这趟开封府之行，我也去。你去干什么？这一来呢，武帝在路上有个伴儿；二来到了开封府，多少有个照应。是啊，大哥，老四说的对，不能叫武帝一个人落单。我也去。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什么叫一个人落单啊？这往常武帝一个人独闯江湖，你们谁陪着过？哎呀，大哥，这回不同嘛。这开封府龙蛇混杂，包黑子又不给面子，这我们兄弟之间在一起，万一有个什么差池，也好有个照应啊。这件事它不是一般的江湖恩怨，你们出面能解决什么问题吗？就是啊，二哥你太鲁莽冲动了，去了也白搭，还不如我这个机灵鬼去，多少可以出些馊主意。四哥的好意，小弟心领了。不过这件事我自己就能处理，就不必再劳累四哥长途跋涉，一路辛苦了。哎，一点都不辛苦。再说了，这个开封府我也好久没去了，也不知汴京城现在变成了何等模样。顺便呢，我还可以去青楼瓦舍看看，究竟来了多少漂亮的词儿。此去开封乃是办正事，你又想胡来？这看看美女，人之常情，怎么能算是胡来呢？大哥，我是烧香汉看和尚，一事两勾当，您就成全我这番心愿吧。大哥，我看让老四陪武帝挺合适的。此话怎讲？老四古灵精怪，机智敏捷，鬼点子又多，万一在路上有什么差池的话，除了出主意外，还能多一个通风报信的人。哎，大哥，您听听，还是三哥了解我。武帝啊，你怎么说？一切由大哥做主。好，我就满足你的心愿，你们一起去开封府。不过我有言在先，办正事要紧，其他你那些鬼花样，你自己多拿捏分寸吧。大哥放心，先以武帝的事儿为主。武帝，上路吧。好，告辞。走。大人，目前小侯爷与邢三暂住在安国侯府在京的别馆中，我已请张龙、赵虎暗中监视，以防他改变心意，畏罪潜逃。身为赵氏子孙，皇室一脉，贵为世袭侯爵金枝玉叶，却如此自甘堕落，真是可叹亦复可悲呀！还有一事，属下要禀告大人。你说。这是何？当时属下坚持要小侯爷来开封府，听由包大人审断，但小侯爷多方推脱，甚至不惜行贿属下，这就是罪证，请大人过目。这是春秋时代铸剑名家欧冶子所著的《鱼肠剑》。果然好剑。大人，还有。
大人，请看。这是什么珠子？如此耀眼刺目。据小侯爷告知，这是战国魏惠王的心爱之宝，也是稀世之珍，名叫赵胜珠。赵胜珠，赵胜珠。若是本府记得不错，八王爷曾向本府提过此珠，说是珍藏在皇宫的藏宝阁之内。小侯爷又怎会转赠于你呢？大人是说，这赵胜珠原本是在藏宝阁里面的珍藏？不错，八王爷曾在酒宴之中，酒酣耳热之际，确实向本府提过。如此说来，白玉堂提醒属下的似乎不假。他提醒什么？回大人，白玉堂提到，为何我们没有想过坚守自盗这4个字？大人，白玉堂私闯皇宫大内，藏宝阁内盗宝一案原本十分复杂，现在倒有线索可循了。此案的确错综复杂，纠葛不清，是备会大费周章细细审理。不过，本案的关键人物白玉堂与那方素心，果真会前来开封府投案吗？回大人，方素心想要昭雪方家一家3口的冤案，势必会来。至于白玉堂，他已亲口承诺属下，必定会践诺而来的。韭菜来啦！您慢用啊！哎呦，我一看就知道这3位客官是来自外地的贵宾。咱们这悦来客栈可是出了名的房间宽敞，价钱又合理公道，里边请吧。可有单独清静的跨院？嘿，有，来里边请。请，客官。请。哎，这边请。请。我看这个跨院环境不错，环境清幽，我们就住在这儿吧。正好3间房，这位姑娘可以住中间，2位大爷就住两边，正好呢还可以保护这位姑娘。小二哥说的没错，就这么办吧。那3位先进去。我这就去打洗脸水，马上就伺候着。您请。好。大人，已经快3更了，连日来宵衣干食，只怕累坏了身子。依展护卫所言，此案看似单纯，实则内情纠葛不清。皇宫内院的珍宝，怎会出现在侯爷府？那小侯爷天家富贵，又怎会干出那伤天害理之事？此事若假，展护卫又何须帮着白玉堂说谎？此事若真，只怕极为棘手啊！大人，
学生倒有一个想法。哦，公孙先生，请说。那小侯爷与方素心之间的恩恩怨怨，只要升堂审问，以大人问案之能，抽丝剥茧，理出脉络，绝非难事。难就难在这颗稀世之珍宝赵圣珠，究竟是大内珍宝，还是老王爷的私藏呢？公孙先生的意思是？学生大胆请问，此前大人可曾见过这颗赵圣珠？在此之前，本府的确未曾见过，只是听八王爷说起过。大人何不带着这颗赵圣珠前往拜访八王爷？一可以求教于八王爷，二可以将小侯爷的事先行陈述，让八王爷有个底，这样可以省去日后许多的麻烦。公孙先生说的是。幸亏公孙先生点醒本府，这的确才是正办呐。啊，包大，八王爷，坐啊！王爷请。包大人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否则本王还要开封府去亲自拜访你呢。包拯万万不敢。八王爷有事？在你们来之前，那安国侯的小侯爷他刚告辞离开。他呀，给本王叙述了一段十分曲折离奇的案情，说是有个女子竟然假骗婚之名，想行刺于他。原来如此。如此说来，八王爷对此案已经略知梗概了。正是。然而，请恕包拯直言，小侯爷所言只是一面之词，展护卫却另有说法。哦，本王倒想听听展护卫的说法。若依展护卫的说法，则对小侯爷十分不利。那名方姓女子曾受到小侯爷欺凌压迫，也是此案的苦主之一呀。包大人，展昭行事，相不妄言呐。王爷说的不错，展护卫一向谨言慎行，若不是握有实证，绝不敢以臆测之词回禀包拯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小侯爷一大早来找本王，那是想先发制人。那包大人，你对此案想如何处置啊？目前尚无法定论。不过古人云：“你不必再古人云了。你的那句名言，本王记得很清楚。王子犯法，乃与庶民同罪。”哈哈哈哈哈！八王爷果然习我之我，确是如此。不过，包大人，这安国小侯爷可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呀。想当年那陈世美，她只是个驸马，她不姓赵啊。那安乐侯庞玉也只是姓庞，不姓赵。包大人，你明白本王的意思了吗？八王爷善意提醒，包拯感激不尽。那安国侯小侯爷赵世俊，按照皇室的玉牒排行，他应该是本王的堂侄，也就是当今皇上的堂弟。包大人，
此案将会十分的棘手啊。八王爷说的不错，小侯爷乃是皇室至亲，此案的确棘手。不过，包拯今日前来，却并非为了案情，而是另有一事，想要当面请教八王爷。哦，另有要事，包大人请讲。先请八王爷看一样物事。来，八王爷请看。包大人，这可是皇家才能用的颜色呀。正是。八王爷请看。光看这黝黑透亮的玉帛，就已是价值不菲了。我怎么觉得这好像在哪儿见过？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八王爷曾向包拯提过，在大内珍藏之中，有一稀世之珍赵圣珠，不知八王爷可还记得？赵圣珠，本王记得。请八王爷过目。光芒耀眼刺目，就是它。哎，太刺目了，盖起来吧。哎，包大人，这珠子怎么会落在你手里呀？此珠乃是小侯爷赠予展护卫的。包拯唯恐有误，故而特来请教八王爷。赵圣珠正由皇室的藏宝阁珍藏，怎么会落在安国小侯爷的手里，转赠给展昭呢？难道说藏宝阁中另有一颗赵正珠？正是。此事十分的玄妙啊。包拯，你马上随同本王一同去一次藏宝阁，亲自查看。包拯遵命。八王爷请。给八王爷请安。八王爷请。包大人请。来，请。禀八王爷，这只黑色的玉钵内就是珍藏的赵圣珠。打开。是。孙永福，奴婢在。你乃是皇宫大内藏宝阁的总管太监，你能确信这一颗就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赵圣珠？回八王爷，奴婢只是负责清点查看，从不敢打开过，否则就属于违旨之罪。所以奴婢从未见识过，不敢确定。好，那本王就让你今天见识一次。包大人，孙永福，你再看看眼前这两个有何不同啊？回八王爷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满口胡言！你看这一个，黝黑透亮，细润光泽；另一个晦暗粗涩，黯然无光。你怎么能说是一模一样呢？啊？回八王爷，奴婢是说这颜色、大小、样式是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本王今天再让你见识更不一样的。孙永福，你再看看这两颗赵正珠，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假呀？
回八王爷，奴婢浅见，不过依着珠子的颜色和光芒度上来看，还是包大人拿来的是真的。哼，那为何真的赵胜珠流落在外，而留在皇宫大内的却是赝品呢？莫非有人假榆木而混珠？回八王爷，奴婢不知。混账！你身为藏宝阁总管太监，岂能不知？你今天若是不给老夫一个满意的答复，那就是渎职之嫌。哎，本王还不得不怀疑你监守自盗，以假换真，那可是杀头之罪呀！八王爷明鉴，奴婢只是一个太监，见识浅薄。再说藏宝阁的宝藏超过1000件，奴婢实在不能一一检查查看呐，还望八王爷明鉴。你，禀八王爷，那孙永福之言，倒也是实情。好吧，那既然有包大人为你求情，本王今天也暂时不怪罪于你。不过，我限你在10日之内，要将藏宝阁所有的珍藏一一查点，开列清单，由本王亲自查看之后，转奏皇上。你若是无辜，那自然没罪；你若是有监守自盗之嫌，莫怪本王无情，将你交于开封府纠办。起来吧。谢八王爷，奴婢遵命照办。龙图阁之学士，开封府府尹包拯，不知小侯爷驾临，有失迎驾，还请小侯爷恕罪。包大人言重了，是晚辈未曾知会包大人，冒昧来访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晚辈2字，包拯不敢当。小侯爷乃是皇家血印，天皇贵胄。晚辈虽然姓赵，但论年龄辈分，确实晚辈。还请包大人千万不要客套。如此一来，包拯就受之有愧了。这位想必就是鼎鼎大名的公孙先生了。不敢当，学生公孙策见过小侯爷。小侯爷，请坐。包大人请。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想必包大人已经知道晚辈的来意。包拯并不确知，还请小侯爷明示。今日上午，晚辈拜见了八王爷。八王爷乃是晚辈的堂叔，想必包大人清楚吧？小侯爷乃是皇亲，包拯当然明白。然而，小王爷望驾本府，莫非是奉了八王爷之命不成？奉命，倒不是，只是承蒙八王爷一点指点。包大人大公无私，断案如神，晚辈蒙受不白之冤，唯有向包大人申告，才能还我清白。但不知小侯爷受何不白之冤，又要状告何人呢？一是亲命要犯锦毛鼠白玉堂，二是草民百姓方素心。小侯爷告他2人何罪呀？白玉堂污蔑晚辈欺负百姓，有辱皇家威仪，挟持晚辈以生命要挟，甚至想手刃晚辈，足见其凶残其性，狠毒其心。晚辈想向包大人申告，将白玉堂严正典刑。哦，
居然有这等形式，哪有告那方素心何罪呢？方素心假借名目谎造身份，居然以骗婚之名行谋刺之实。幸亏晚辈托皇家洪福祖印庇佑，幸免于此。此女目前正与白玉堂勾结串联，互为狼狈，还请包大人为晚辈做主。如此说来，的确是胆大包天，胡作妄为。然而，包拯却有一点不明白。包大人有何不明白？那白玉堂与小侯爷何仇何怨，想要置小侯爷于死地？那女子方素心又何以会谎造身份，以骗婚之名而欲行刺于小侯爷呢？其中曲折说来话长，晚辈深知包大人公务缠身，寸阴如金，特地准备了一份状子，还请包大人细细过目。小侯爷果然是有备而来，但不知诉状何在？请。待本府细细详读之后，必定严查严办。届时，只怕还得有劳小侯爷亲临本府公堂，以为人证。包大人放心，晚辈一定到场，不敢多有打搅，请恕晚辈告辞。包拯恭送小侯爷。包大人请留步。小侯爷好走，改日公堂上见。想不到年纪轻轻，居然是个狠角色。不过，其心虚者，其情必交；其理亏者，其言必夸。小侯爷已经露出狐狸尾巴了。公孙先生真是一语中的。那小侯爷赵世俊，聪明狡猾，兼而有之，能屈能伸，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所能及呀。可惜呀，可惜呀。小侯爷回来了。是。看小侯爷的模样，神采奕奕的，像是此行十分顺利吧？不错。没想到名满天下的包拯也不过如此，见到我也十分的恭谨客气，一点官架都没有。那可不，因为小侯爷的身份地位不同嘛。这么说来，这场官司赢定了？当然，我有90%把握。可却为何只有90%？方素心告我迷奸他姐姐，这件事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？没有了。到了堂上，你总不会出卖我吧？小侯爷是在折损小的，就算掉了脑袋，我邢三还是对小侯爷忠心耿耿。另外，方素心告我毁他容貌，酷虐于他，当时他是被蒙着眼睛的，凭什么指认是我？那是，如果他胡乱指认的话，那就是贪污。如此说来，再加上老侯爷和八王爷做后台，那包拯虽然铁面无私，但也断不了小侯爷的罪。不，我们还忽略了一点，所以说只能有90%把握。那小侯爷的意思是？你忘记了一个关键人物，丰德县的县令朱文仪。
当初我嫌方父纠缠不休，怕他层层上告没完没了，所以的确是我让朱某人将方父活活打死的。那朱县令可是咱们自己人呐？什么自己人？人心隔肚皮。他想升官想发财才来巴结我。万一包拯真找他前来作证，以他的势利眼，只怕会有变数。这一点，小的倒觉得小侯爷无需过虑。怎么说？一来，那朱某人拿过咱们不少好处；这二来嘛，千里为官只为财。正所谓3年清知府，10万雪花银。他是个肯收钱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如又以重利，他必定收下。他收了，那就是贪渎纳贿。就这一点，他在包拯面前也担当不起吧？你所说的重利是给多少？他的月俸是20贯，也就是20两银子。他1年的俸禄也不过是240两。咱们许他2万两银子，将近于他10年的俸禄。以他那种人，会不动心吗？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处理。我给你写张字据，你立刻赶回侯府去找账房，把这件事小心谨慎的办妥了它。是。还有一件事想禀告小侯爷。说吧。那崂山4煞今生恶煞和毒煞，已追随小侯爷来到开封府了。他们还有脸来见我？当时吴蜀人多，所以他们才落败。如今重回到小侯爷身边，倒也有请罪之意，就请小侯爷莫记前嫌了吧。我看他们也没什么本事，只是浪得虚名的朽木而已。小侯爷，就算是朽木，也有可用之时啊。比方说，天儿冷了，朽木可以烧火御寒，您说是不是？邢师爷的意思，还是想让我收留他们？有胜于无，多2个帮手，终归会有用的。好，人呢？他们不好意思直接来见，让我先禀告一声。他们人安顿在后院的客房里。你先把正事儿给我办好了吧。至于他们，等我心情好了再说。是。外面守卫森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老办法，翻墙。对，我差点忘记你的外号是锦毛鼠。哼，你就算是只猫，不也经常翻墙钻洞吗？啊？不管你是翻墙还是钻洞，你必进来了。怎么？难道你一直担心我不会来？詹某不敢自称是你的知音，但是我们相识多年，一诺千金，死而无悔这8个字，詹某绝对是信得过你的。不错，一诺千金，死而无悔。我白玉堂明知道擅闯皇宫大内，擅入藏宝阁，又在上面胡乱题诗，如此重罪，就算是包黑子不铡我，皇帝也饶不了我的死罪。不过我既然来了，就死而无悔。怎么？我说错了？固然没错，可是事情未必像你想象的那么悲观。人活在世上，本来就有生死，只不过是早晚不同而已。你又何必是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故意来劝慰我呢？
展昭，你为何感叹？白玉堂，你我之间似乎永远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，解不开的余量情结。谁又是鱼，谁又是亮呢？展昭，我这次来开封府，既不是想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想跟你论交情。我何时能见包大人？随时。强出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。天外有天比你高，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狂风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多，友谊才是宝，尝过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讲谁傻瓜言之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